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2版《这就是嘻哈5》在播出过程中表现如何？首先，这是嘻哈 IP 已经到了第5季，从嘻哈3的爱情战争开始，和平到希望，也是该剧旨在为嘻哈注入更多的年轻力量和传承，进入嘻哈市场。从开播开始，一直到决赛播出，大约90天的时间里，全网舆论量超过2亿。王一博等队长贡献了87.1%的舆论量。这场决赛的转播，在早些时候的直播中已经达到了巅峰。当然，与总决赛后队长王一博的精彩表演引发的全民嘻哈狂潮相比，直播中收集到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总决赛的火爆只是一个起点。在播放的时间跨度内，成功破圈的播放量只有4.1亿。综上所述，以队长王一博为首的抖音全民嘻哈狂潮有望实现10倍以上的传播量。截至10月31日，成绩方面，与2022年首播的潮文化综艺相比，嘻哈5不仅是优酷首档播放量过万的综艺，其播放量指数和热度指数均位居行业前列。SKG 在数量和有效性方面都获得了大量积极的曝光和宣传。除了超过830万人观看了正片外，国际版街舞5在整个播出过程中还以其他9种语言呈现。烈日下的探索，王一博机长的同类型机长手办也因为这样的周边开发而被抢购一空，以至于锦鲤王牌联名手办诞生了。嘻哈5赛事从赛事联动的角度与杭州亚运会相联系。为致敬杭州亚运会，在队长王一博的指导下拍摄了街舞电影《热烈》，带领嘻哈舞者。在亚运会开幕式上，知名舞者也将为观众表演街舞。除了冠军头衔，杨凯还是四川霹雳舞队备战杭州亚运会的主教练。从口碑和文化圈来看，最让人感叹的是王一博让更多人认识了嘻哈舞，他也让观众从做嘻哈舞者到了解嘻哈文化成为可能，最终导致喜欢嘻哈舞的有效输出。真希望对王一博有仇的人能看到他骨子里的叛逆本性。可能一开始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颜值和舞蹈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个人。我欣赏他的魅力流露出一句，喜欢就要做到极致，最重要的不是别人喜不喜欢他，有多少人不喜欢他，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很好，很优秀。一博真的好，非常好。一开始觉得他不是特别出色，但是振翔是绝对不会缺席的。现在唯一的粉丝就是他这个大佬了。我有时候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世界？所以说到人，当他们做某事时，我真的很感激。我认为，一个技术娴熟且富有同情心的赛车手，在看到另一名赛车手在赛道上摔倒时，不应该欢呼。无论欢呼的赛车手可能持有何种想法或先入之见。相信一博是看不起其他人的，但他的仇恨却没有任何冒犯或侮辱的意思，因此他认为这个年轻人还算真诚，不阿谀奉承。这不是当你生气并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时给他们打的那种耳光。如果你愿意的话，一种让人想起综艺节目的味道。像一博这样的性格是不会在采访中改变主意的，因此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完全准确。我的印象是他非常贞洁和正直。在过去，看他的采访是一种更有启发性的体验。另一方面，陈情令在我的印象中是在经历了很多挑战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即使敌对的人的背景色调仍然存在，气氛也明显更加柔和。和我和周迅的讨论一样，我觉得他挺可爱的，绝对正品。他不像其他人的公开奉承或阿谀奉承那么尴尬，他在各方面都很完美。虽然我的一位同事观看了该节目，但他并不是一博的忠实粉丝。他曾多次向我传达，一博是那种非常正直的人，他非常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对一博也有好感。你一说王一博骂人，我心里就一阵不安，因为我害怕每个人都认为他是那种喜欢争论不休的人。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样的，这并不是说他想傲慢自大，
相反，他只是在表达他的观点。他不是故意激怒人，就算他激怒了，也不至于每次都让大家觉得尴尬。他只是在说他的想法，他不是为了恨人而恨人，如果是这样，那是人为设计。他不讨厌人，因为他们是人。就像你和孩子说话，你会觉得你在用幼稚的语言，但当你扩大它时，你就变成了一个讨厌的人。他只是用他能想到的最直白、最朴实、最真诚的方式回应，但成人世界已经不习惯这种直白的真诚。一博超凡学习能力的另一个标志是，他所做的许多工作任务总是让他对生活有准确的把握。我相信他身边的团队对他的评价，也相信杨爸爸为芒果 TV 选人用人的眼光。一博的性格很吸引我这个编辑，他不圆滑，不迎合别人，默默工作，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服输。在冰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温暖而温柔的避风港，只为你而藏。我喜欢他生活在自己的小宇宙中的方式。和别人碰杯时，他会把杯子放得比别人低，在女孩子身边拿东西时，他会把头转向一边，低着头。这表明他具有积极的品质。具体可以表达的很多，但他不太擅长用马屁话来说话。事实上，我最初被他吸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冰冷的举止。然而，随着对他的熟悉，我发现他根本不是这样的。相反，他只是少说话，承认生活，说他有的，不想说谎。他说话温和、细腻，脾气平和，对所有人都给予同等程度的尊重。我看过关于约会的视频，虽然他没有居高临下的他在回答问题时的神态，确实说了实话，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近日，一段王一博这街舞队长巨秀幕后花絮视频公开，视频中可以看到队长频频练习 breaking， 发出挑战。这就是街舞第5季，虽然已经完结，但谁当队长谁当舞者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王一博的这就是街舞第5季队长大秀幕后花絮曝光，公众也可以通过幕后花絮看到王一博和舞伴们为这支舞蹈所做的努力。这个决定由王一博、韩庚、刘雨欣、李承铉担任，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队长。尽管如此，4位队长还是在冠军争夺战中上演了精彩的表现。自从王一博升任队长后，在街舞总决赛的舞台上，除了带来街舞作品，他还做了锁定作品。这王一博在第5季的刹车动作中受到了重大考验，毕竟很多 B-boy 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参加决赛的，把作品的重点放在作品上，提高作品的创造性和表演复杂度，才能赢得评委的青睐。王一博的舞蹈很直接，很像他在总决赛的那首曲子 One Love， 直译是纯爱。王一博将纯粹的 breaking 作品搬上舞台，因为没有创建团队，这意味着4位队长在队长大秀中不会感到压力。在名为 One Love 的作品中，个人表演独奏曲目和团体曲目，该曲目也有舞者。舞蹈看起来马马虎虎，但实际上一切都恰到好处。不少人看完表演后纷纷表示，能感受到王一博对舞蹈的热爱，将真情发挥到了极致。有观众表示，当王一博跳完舞后，主持人表示王一博的作品是对几位大神的致敬。王一博的舞蹈技术非常好。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街舞第5季大结局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冷，但王一博和他的舞伴们穿着大背心出现在了舞台上。事实上，王一博和其他人一起向无可争议的 B-boy 风格之王 Free Rock 致敬，穿上这种类型的装束，为舞台观众献上真正的 breaking 作品。这就是街舞第5季结束后，王一博大秀的头条新闻曝光了。花絮中，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对舞蹈的执着，以及对舞蹈的执着。一般来说，在排练霹雳舞时，王一博被教练指导了各种霹雳舞动作。在排练过程中，他观看了舞蹈回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与其他队员进行了交谈。镜子除了用于拍摄舞蹈表演的摄像机角度，因为看了动感地带，王一博对 breaking 产生了强烈的迷恋。随后，他开始欣赏街舞音乐，并熟悉 locking、crumping 和其他形式的舞蹈。入住完毕。
王一博将与搭档在舞蹈室练习 One Love， 他将在休息室单独练习 One Love， 上台前将与队友一起练习 One Love。所有这些做法都将有助于确保成功的性能。反复练习在王一博心目中并不是次数的积累，他也不会跟别人吹嘘一件作品要练习多少遍才能完美。他能体会到舞蹈的狂喜，这是对他最纯粹的爱。对他来说，练舞和上台表演一样。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